仙逆57集，王林和周武泰暗中较量，差点被着了他的道。在看到凡人生老病死后，王林悟了，遇到天运子指路，还送了一个地图。上集最后，王林不得已出手救下徐涛，而小修士则逃跑，想让其师傅为自己出头。小道士见到师傅，立刻跪地，请求为自己报仇。大耳修士只是一挥手，便有黑气凝结成骷髅头，随后一掌拍在小道士头顶，治愈了他的伤势。随后询问小道士事情的经过，小道士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自己的遭遇，眼中满是恨意。大耳修士听后面无表情，询问小道士是否确定对方毫无灵力。小道士肯定的点头，大耳修士随即决定亲自出马，让小道士带路。小道士内心得意，他相信师傅一定会为自己报仇。他们离开道观，其他修士议论纷纷，对小道士的宠溺和师傅的偏心感到无奈，但也明白师傅的决定不容置疑。小道士心中暗喜，他知道师傅的面无表情是愤怒的前兆，他加快脚步，希望尽快找到那个招惹自己的人。然而大耳修士却在一个卖糖人的摊位前停下，眼中流露出柔和之色，询问价格后挑选了一个糖人。小道士惊讶地看着师傅，没想到师傅会买糖人，更没想到师傅会把糖人递给自己。大耳修士提起小道士的童年，让他想起了师傅的恩情。小道士感动地接过糖人，两人继续前行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大耳修士与小道士来到了王林的铺子所在的街道。徐涛从恍惚中醒来，一见王林便激动地跪倒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王林却只是淡淡地告诉他，因果已了，让他离去。徐涛犹豫之后磕头感谢，准备离开。就在徐涛即将迈出店门时，王林却让他回来，并告诉他不用关门，有客人即将到来。徐涛退回到王林身边，目光闪烁，心中忐忑。不一会儿，轻微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，大耳修士带着小道士走进了店铺。徐涛一眼认出了大耳修士，心中惊恐，但看到王林，他强压下退后的冲动，沉默不语。小道士一进铺子便狞笑，指认王林。然而大耳修士并未看向王林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四周的木雕。王林依旧悠闲地喝着酒，目光在两人身上一扫而过。大耳修士的目光停留在两个木雕上，那是白云宗的中年文士与老妪。他微微一笑，坐在王林对面，请求共饮一杯。王林将酒壶抛给他，大耳修士倒满一杯。王林又拿出一个酒壶，两人对饮。大耳修士赞叹王林的境界，而王林则回应说，大耳修士以弟子化凡，感悟天道，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大耳修士提出与王林比较，看谁先进入化神之境。王林却笑道，有了比较之心，恐怕此生再无化神之日。大耳修士自我介绍为周武泰，王林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号。周武泰恭贺王林100年内必能化神，而王林则平静地指出，周武泰的弟子100年之内必死无疑。周武泰沉默了，小道士心中不满，徐涛也感到王林的话有些伤人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周武泰并没有发怒，反而苦笑起来。小道士和徐涛都无法真正理解周武泰与王林之间的较量。周武泰自始至终都隐藏着祸心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暗藏玄机，试图在王林心中种下心障，阻碍他化神之路。周武泰的用心险恶可见一斑。王林对此进行了反击，他先是用相似的话语回应周武泰，然后以一句100年之内那小道士必死无疑作为真正的反击。这句话直击大耳修士的要害，因为他的化凡之境正是基于师徒之情的感悟。王林的话不仅暗示了大耳修士内心的无情，也预示了他未来可能的悲哀。周武泰在王林的反击下苦笑，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。他告诉徐涛，让世子殿下3日内将鱼鼎送到道观，此事他不再追究，然后带着小道士离开了。小道士感到困惑和不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师父没有像往常一样为他报仇。王林的话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，但他看到师父温和的目光时，心中又感到一丝温暖。周武泰虽然面带微笑，但内心却变得阴沉。他已将王林视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并在离开时用神识深深地扫了一眼王林的店铺。王林则坐在店铺中沉思，最终决定不再考虑这件事，以免影响他即将完成的化凡之境。徐涛则完全惊呆了，他原本以为王林只是一个高人，但没想到王林竟然如此强大，能够让周武泰放弃追杀。他回想起多年来世子殿下对王林的尊重，以及自己对王林的误解，感到震惊。徐涛离开后，王林的生活再次回归平静，仿佛之前的风波只是一场梦境，醒来后便烟消云散。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节奏，每天清晨起床，打开店铺，等待大牛的孩子送来果子酒。他一边品尝着酒香，一边专注于手中的木雕，这样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深深烙印在他的日常之中。远离了杀戮，王林的身上不再有丝毫的杀气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和，一种对凡人生活的深刻体悟。他并不急于知道自己最终能够领悟的意境是什么，而是静静地去感受，去体验。徐涛离开后的第7天，他再次出现在王林的铺子前，这次他带来了一个中年人，
那人的相貌中透露出一丝雍容华贵之气。他们恭敬地进入铺子，毫不犹豫地跪下，向王林磕了3个头。王林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中年人，正是徐涛的主子，那位世子殿下。在凡人眼中，世子是高不可攀的存在，但在王林看来，他与蝼蚁无异。世子殿下似乎也明白王林的性格，磕完头后起身默默地放下一个储物袋，然后和徐涛一起恭敬地退去。王林依旧没有说话，直到他们离开很久后，他才从木雕中抬起头，拿起储物袋，神识一扫，发现里面装满了零食。他随意地将储物袋放到一边，走出店铺，靠在长寿椅上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眯着眼睛享受着这份宁静。时间匆匆流逝，5年过去了，大牛的父亲终究没能逃过生死轮回，去世了。铁具铺挂起了白帆，传出了悲痛的哭声。王林站在自己的店铺外，怔怔地望着对面，回忆起20多年前刚来这条街时的情景。那个爽朗的汉子邀请他去家里吃饭，还有他为了扩张铺子而尴尬地向他借钱。这20多年来，王林都记不清在大牛家吃过多少次饭，喝过多少酒，但天道轮回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改变的，生老病死是他感悟天道的一部分。即使他用逆天之术帮对方延长了几年寿命，最终大牛的父亲还是无法逃脱轮回。王林站在店铺门口，轻叹一声，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有着黑色花瓣的花朵，这是炼制驱灵丹的材料之一。如果凡人死去时间不长，魂魄尚未完全消散，这朵花可以帮助魂魄凝实，以便在轮回河中有更多魂力，争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。王林蹒跚着走向铁具铺，铺子内大牛的亲戚们一个个面带哀容，整个店铺笼罩在一股悲伤的气氛中。在后院的灵堂里，大牛的父亲安静地躺在棺材中，大牛和他的妻子跪在旁边，大牛的眼睛通红，显然刚刚哭过。大牛的母亲站在一旁，眼中流露出绝望的悲伤。大牛的母亲见到王林，以一种传统的礼节向他致意。王林轻叹一声，扶起他，接过旁人手中的香枝，点燃后祭拜。他的这一拜似乎触动了某种凡人无法察觉的天地变化，大牛父亲的魂魄在黑气中缓缓凝聚，只有王林能够看见。王林使用黑色花朵帮助大牛父亲的魂魄凝实，使其在轮回中有了更多的力量。大牛父亲的灵魂感激地向王林磕头，然后不舍地看了一眼家人，最终消失在虚空之中。大牛的孩子声称看见了爷爷，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王林感慨地看着四周，心中明白天道轮回不可逃脱。他看着大牛父亲的尸体，回忆起这2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从壮年到老年，再到死亡。王林的目光转向大牛的母亲，看到他身上岁月的痕迹，再转向大牛，看到他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成年人。在这一刻，王林突然有了一种明悟，他感觉自己仿佛看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这股力量无处不在，影响着世间万物。王林的身子似乎不受控制地飘升起来，他看到了无数的凡人，看到了花草树木，看到了世间万物都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。他想要寻找这股力量的根源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在王林即将迷失在对天道的追寻中时，一个自称天运子的白发老者出现。他告诉王林，以他的修为，想要找到天道的根源需要极长的时间，而且可能会迷失。天运子给了王林一个机会，如果他能走出这个星球，可以去天运星找他。王林被天运子的力量带回了土黄色星球，回到了自己的店铺。他全身冒出了大量的汗水，其中还有一股浓浓的腥臭味。王林拿起一个木雕，雕刻了1天1夜，最终完成了白云宗老者的雕像。王林的修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从元婴中期攀升到了元婴后期的巅峰，距离化神只有1步之遥。他意识到，感悟天道充满了凶险，这一次的经历让他更加明白了这一点。虽然还没有化神，但王林对天道的了解已经加深了许多。他相信自己距离化神已经不远。他现在已经有了青山老者的岁月雕刻，虽然老者的意境是在模仿轮回天道，但在王林真正感受了轮回天道后，他认为那只是模仿，并非真正的轮回。王林的脑海中还有一幅星图，那是天运子留下的，指向了一个比朱雀星大无数倍的星球——天运星。但对目前的王林来说，去那里是不可能的。他轻叹一声，收起了心思，调整心态，再一次化作了凡人。尽管如此，王林对天道的感悟，尤其是刚才的一幕，将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。王林在京都的凡人生活已逾30载，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不可逆转的痕迹，头发全白，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大牛的母亲7年前去世后，铁具铺的重担全落在了大牛身上，他像他父亲一样扛起了整个家，深爱着自己的妻子，对长大的儿子曾小牛也是天天叮嘱他学习打铁，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手艺。然而大牛的儿子曾小牛在3年前被白云宗的游方修士看中，收为弟子，随他去了白云宗，被赐名曾文卓。大牛对此感到非常自豪，整条街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王林对曾小牛被修仙者看中并不意外，因为他早就看出这孩子有修仙的灵脉，甚至在曾小牛小时候就给他服用了一些改变体质的丹药，以了结这段因果。曾小牛的资质越来越好，
最终被白云宗修士看中。王林并没有过多干预，他认为自己的帮助只能到此为止。曾小牛离开后，大牛雇了几个伙计，这打破了他父亲的规矩。大牛不再亲自管理铺子，而是恢复了少年时期的习惯，每天缠在王林身边看他制作木雕。大牛的媳妇裁缝店掌柜的女儿也是一个贤惠的女子，她看出了大牛的想法，也把王林当成了自己的长辈。徐涛从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头发略有花白的老者，他的身份也水涨船高，成为了王爷的幕僚总管。世子继承王位后，对王林的孝敬更多，每次都是亲自来临，不在意身份地位，每次都是磕头问好。王林内心对这位王爷颇为佩服。这一年冬天，京都下了一场大雪，这场雪是王林在此地30来年从未见过的。大雪覆盖了整个京都，屋檐、树木之上都是厚厚的雪。这场雪造成了京都大部分店铺不得不闭店，王林所在的街道也几乎整天都看不见一个人影。这场雪中蕴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气，温度大范围下降，正是因为这杀气所致。这场雪并非从天空云际落下，而是从虚无之中无声无息出现。在大雪下到第3天的时候，京都之中的9根黑木被从天而降的巨雷闪电劈为2，连带着其内的修士也被劈死。紧接着，天空之中除了飘散雪花之外，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飞驰出无数的玉简。这些玉简在整个4派联盟境内疾驰而过，遇到筑基期以上修为的修士便会立刻落在其手中。王林也收到了一枚玉简，里面传出一个阴沉的声音，要求所有修士做好大战的准备。王林捏碎玉简，身子一闪，消失在店铺内，出现时已然身在京都上空。他继续向上疾驰，很快便在万里之上找到了大雪的出处。他发现雪花是从虚无中无声无息出现的，而且这些虚无之中有多处地方散发出淡淡的静止波纹。王林使用神通发现了静止的端倪，并成功的破解了静止，露出了其内的真容。他发现了一个长约100丈的巨大裂缝，无数的雪花从这些裂缝之内吹出。他神识一扫，发现在方圆数万里内，这样的裂缝有不少于100个。王林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回到了店铺内。他心中有种不妙之感，这感觉在刚才看到那巨大裂缝的一刻越加深刻。但他随即哑然失笑，认为这种诡异的事情自然有比自己修为更强大的修士会去处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王林神情一动，抬头看向店铺之门，过了少许，但听阵阵咚咚的敲门声。